飞机上的一次偶遇，让一位年轻有为的富豪认识了这位北大空姐。在爱情与金钱的双重撞击下，富豪犹如列车开进山洞般驶入了这位空姐的心扉。肉体上的感官刺激，精神上的缠绵爱意，如麻绳般将两人紧紧捆绑在一起。可爱情这杯东西，两人喝如甘露，三人喝如毒物。要想解开这条爱情之绳，唯有一场大火。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位北大空姐和香港富豪的凄惨爱情故事。故事内容非常精彩狗血，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故事得从2000年7月的福建泉州说起。当天下午，一个名叫龚海蓉的女人站在阳台，默默看着天空中连绵不绝的私语。她脑海中不断闪现与丈夫第一次相遇时的场景。那时候的她阳光美丽，追自己的帅哥从门口排到了街上，可自己偏偏选择了老郭，又偏偏遇上丈夫出轨的折磨。看着自己发福的肚腩，再看看街上搂着年轻女孩的男人，男人是下半身的动物，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经过数夜沉思，龚海蓉最终决定带着孩子移居香港。突然之间，客厅的电话铃声响起。您好，请问您是龚海蓉龚女士吗？龚海蓉点头答是的，同时很是疑惑，直到对方解释自己是派出所负责办理移居事宜的工作人员，龚海蓉才缓过神来。按照电话里那名女工作人员的要求，龚海蓉来到双方约定的地点，然而这个地点却并不是派出所。看着眼前这位面容姣好、身材高挑、气质出众的女孩，龚海蓉觉得这是她看过的最漂亮的工作人员了。女孩左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右手从口袋里拿出工作证，晃了一眼后说道：“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吧。”女孩一边为龚海蓉登记个人基本资料，一边解释是受女方丈夫郭介明委托。听到女孩说出自己丈夫的一些信息后，龚海蓉才放下心中的防备。聊着聊着，女孩突然拿出一张试纸，要求自己放到嘴里以收集个人身体健康情况，然后又从包里取出一小瓶奇特的液体，让龚海蓉吞下。然而就在龚海蓉吞下后，女孩情绪突然开始变得紧张，甚至以自己有要紧事为由匆匆转身离去。临走之前还忘记把桌上的试纸带走。女孩的变化让龚海蓉心中疑惑的问号，丈夫委托办手续的人怎么这么吊儿郎当的？带着疑问和几分指责，龚海蓉将事情说给了电话中的丈夫郭介明。可丈夫马上反问，那个女孩是不是长得很漂亮，是不是有股浓浓的北方口音，身高是不是1.7米？在妻子连答3个是后，丈夫马上大声叫喊，快去医院，马上去找医生检查身体，我根本没委托别人帮你办理移居手续。经过检查后，医生发现龚海蓉体内汞含量远高于正常水平，索性及时就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医生实在不理解，精神正常的龚海蓉怎么会服下如此大剂量水银。获悉被骗的缘由后，医生建议他们立即报警。但奇怪的是，丈夫却表现出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刚从死门关走回来的妻子躺在床上沉默不语，只是呆呆看着站在窗前的丈夫。她似乎有很多话想问丈夫，但到了喉咙后又被强咽回去。出院后，龚海蓉提出分居的要求，即使丈夫几番相求，妻子还是不为所动。可龚海蓉没想到，和丈夫的下一次相遇竟然是天堂与人间的相遇。丈夫更没想到自己的懦弱和任性会断送自己的性命。1年后的2001年6月28日上午，保姆李大嫂按例来到北京现代城小区，准备开始一天的家务。可刚到门口，保姆就闻到一阵特别的气味。推开房门后，眼前的一幕吓呆了保姆。客厅地板上有一大片紫黑色的血迹，血迹上方还躺着个几乎赤裸的男人。这个男人正是雇佣自己的老板郭介明。他上半身被塞进行李箱，下半身的后脚跟与血迹相连。早晨的寂静顿时被一声尖叫划破。李大嫂大声叫喊：“杀人了，杀人了！”而就在李大嫂举着手机报警时，另一边楼道刚被推开一半的大门突然咣当一声被关上，一个黑影匆匆走出小区。
法医鉴定后，死者名为郭建明，就是前文中让妻子龚海荣去医院的男人。他全身被刺10几刀，死亡时间是凌晨4点。大半夜把一个只穿内裤的男人刺成这样，还要把他装进行李箱带走，警方判断这大概率是熟人所为。根据邻居的说法，当晚他们曾看到一个女人在案发单元进出，半夜时还听到吵闹声。根据地上成年女人尺寸的血脚印，警方很快在监控中找到了这个女子。对，之前骗我喝下水银的人也是她，龚海荣说道。可为什么这个女人要如此狠心杀害郭建明呢？到了这一步，死者的弟弟终于说出了3人的关系。杀害哥哥的嫌疑女子是哥哥的情人杨洋，案发前就和哥哥同居。案发2个多月后，警方通过电视台征集线索，果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节目播出第2天，警方就找到了死者的奥迪轿车，可惜车上的痕迹被抹得一干二净。15天后，有人致电警方，说在看到一个和杨洋非常相像的女人正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被带回警局后，小杨交代了自己和死者的一切经历。21岁那年，小杨从厦门职高毕业后，凭借出众的样貌和独特的气质，顺利拿下了航空公司的实习 offer。在那趟从北京飞往厦门的航班上，小杨遇到了一个名为郭建明的奇葩乘客。上机后就一直盯着他看，飞机起飞后更是频繁点甜品饮料，借机搭讪。在填写旅客意见卡时，还假装看不懂。一番死缠烂打后，终于心满意足，获得小杨的传呼机号码。到了厦门后，郭建明提出见面吃饭的请求，但都被小杨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结束航空公司的空姐实习后，在父亲的帮助下，小杨前往北大攻读工商管理专业。作为常年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初到北京难免会不习惯，例如饮食和气候方面，南北两地相差甚远。最重要的是，小杨要摆脱父母蜜罐，独自面对陌生冰冷的高楼大厦，内心孤独感和失落感可想而知。平时父母徘徊在耳边的呵护，就如荷叶上一滴散入湖中的水滴，顷刻间不见踪影。可在第2个学期时，一把爱情之火烘干了小杨孤独的潮湿，但也正是这把火烧掉了小杨的人生。那天回到宿舍后，小杨刚准备洗澡时，楼下阿姨传来一声：“杨洋，你的电话。”拿起话筒，小杨惊讶地发现，居然是1年前在飞机上偶遇的郭建明。虽然时隔1年，但郭建明那张巧舌如簧的嘴巴，还是立马唤起了小杨的记忆。在2人互通电话的第2天，校门口多了个手持玫瑰、西装革履的男人。在无数人羡慕的眼光中，小杨第一次坐进了郭建明的奥迪。交谈中，郭建明告诉小杨，为了扩大生意范围，他在北大报了个英语学习班，所以估计以后2人会经常见面，并且还明里暗里透露自己想找个伴侣的意图。从陌生到熟悉，从鲜花到各种名牌包包，从飞机的相遇到肉体的碰撞，小杨似乎终于迎来了美好的爱情以及充实的面包。搬到亚运村的罗马花园后，2人更是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无论窗外刮风下雨，无论窗外是黑是白，小杨愈发沉迷在与郭建明肉体的缠绕与碰撞中。所以很快，小杨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小杨提出领证结婚的要求，可郭建明总是用各种理由推脱。更让小杨措手不及的是，他发现了郭建明在福建泉州有老婆和孩子，明明已经结婚，还要来引诱自己。无法忍受谎言的小杨向郭建明发出要求其离婚的最后通牒。可郭建明却一直用各种理由拖延，还说福建那边的孩子很小，父母这么早离婚对他影响不好，甚至最后还说服小杨去堕胎。自此之后，打掉孩子这件事彻底在小杨心中留下疙瘩。而更让小杨耿耿于怀的是自己的身份。小杨认为自己不是小三，也一点都不想当小三。他觉得自己就是郭建明床上欲望的发泄器，把这个男人伺候高兴了就有礼物拿，不高兴了就是一番大吵。不但如此，小杨还认为郭建明的妈妈也不喜欢自己，认为自己的瓜子脸是克夫相。到了1999年的春节，小杨提出要和郭建明一起回福建，他回泉州和原配过年，自己则回厦门。虽然郭建明很不情愿，因为他知道只要这2个女人相见，就定会大闹一番。南下路上，郭建明以离婚财产会减半等各种理由苦口婆心相劝，
但他不知道，有时候女人更在乎的是名分。虽然两个女人在整个春节期间没有相见，但彼此都心知肚明。郭建明的父母态度更是模糊不定，既没有明确反对小杨，也没有要放弃儿媳妇的意思。为了减少这份错爱带来的折磨，在2000年4月，小杨飞到了瑞士读书。本以为时间可以治愈痛苦，可没想到郭建明3天2头就打电话过来。更夸张的是，为了能和自己通话，郭建明还曾把酒店6楼的房间电话挨个打个遍。仅仅1个月，郭建明就花了3万块的话费。在郭建明强大的甜言蜜语下，每逢放假，小杨便从瑞士飞回国内。一见面，两人就在床上颠龙倒凤。郭建明床上的功夫依旧还是那么彪悍，但唯一不同的是，小杨觉得这个男人变得越来越物化，为了应酬，几乎天天在 KTV 包间里纸醉金迷。有一次，小杨外出回来后，郭建明迟迟没来接自己，一打电话过去，就听到一阵妩媚的呻吟声。找到郭建明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小杨大闹一场，让郭建明颜面尽失。气急败坏的郭建明在回家路上直接用石头砸了小杨的额头，最后还去医院缝了3针。返回瑞士之前，郭建明告诉小杨，以后自己的妻子要带着孩子来北京生活了，并说这是父母的要求。想到自己转身回瑞士后，与郭建明在床上恩爱的人不是自己，小杨就满肚子火。她无法忍受龚海荣在自己床上留下与丈夫恩爱的痕迹，所以决定要阻挠龚海荣的到来。瞒着郭建明，小杨将飞往瑞士的机票换成3天后，并买了一张飞往泉州的机票。正当他为不知如何阻挠龚海荣和郭建明相聚时，一个小孩子在无意间喝了水银后肚子疼的新闻引起他的注意。照猫画虎的小杨从药店一次性买了10支温度计，并将里面的水银装到一个小瓶里，以负责香港移居业务的借口，诱骗龚海荣吞进肚中。因为害怕被捕入狱，事成之后，小杨急匆匆地飞回了瑞士。2001年4月，小杨从瑞士学成回国，郭建明两面讨好自己和原配的态度，给小杨狠狠上了一课。吃于颜值，陷于肉体，男人都是下半身荷尔蒙动物。按照母亲的要求，小杨会继续前往加拿大学习，一是投奔母亲，2是继续学习，3是逃避感情。6月27日晚上12点，小杨打车来到郭建明的住所。按理说，因为小杨毒害妻子的事情，应该会让郭建明对他避而远之。但对于小杨的出现，郭建明并没有过多指责和抗拒，相反只是一种冷淡。为了报复这个男人的冷淡，小杨说自己在瑞士找了个很有钱的男朋友刺激郭建明，这让郭建明非常生气。老子花这么多钱养你，你居然还敢在外面浪！说完，郭建明便把小杨紧紧按在床上，来了一场激烈的分手炮。到了后半夜，小杨久久不能入睡，眼看着自己就要离开去加拿大了。本以为男友会深情挽留自己，没想到是自己热脸贴冷屁股。贴冷屁股就算了，男友还偷偷打电话给其他女孩聊骚。越想越气的小杨从床上偷偷爬起来查看男友电话本，可不料吵醒了男友。看到自己在查看他的手机和电话本，郭建明顿时火冒三丈，一边打小杨一边说，就不该让你进来，上次就应该打死你。扭打中，抢过刀柄的小杨不小心刺中了郭建明的身体。反应过来的郭建明开始大声呼喊求救，却马上又被女友连刺10几刀。看着地上大片的血迹和像泄气皮球的男友，小杨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杀了个人。临死前几秒，郭建明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说了6个字：你走吧，我恨你。可为爱痴狂的杨洋依旧不服输，为什么？为什么输的还是我？我不走，我要带你一起走。说完便把行李箱的东西全倒出来。几个小时后，就有了前文保姆开门看到的惊悚一幕。从厦门到北大，从北大到瑞士，从瑞士到加拿大，凭借殷实的家境、优秀的学历、出众的颜值，站在杨洋面前的本应是大好前途，可偏偏却遇上这场凄惨的错爱。人走茶凉，叶落迎春，世间又岂止一个杨洋，又岂止一个郭建明。墙外的人想进来，墙里的人想出去，万物轮回，孽缘不断。肉体上的满足终会踩到碎裂的玻璃，轻轻一碰便是鲜血。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